武装色海牛，女装的乔巴，这是一个全部由海兽组成的海贼团，也是路飞最特别的一群朋友。大家好，我是桌本，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个有趣的海贼王特别篇——海兽海贼团。大闹庞克哈萨德后，罗路同盟准备用凯撒库朗作为诱饵，扳倒天夜叉多弗朗明哥。但就在30号前往德雷斯罗萨的途中，一群身披绿光的强力战士趁着月色突袭草帽一伙。他们健步如飞，拳风呼啸，一时间甲板上战乱四起。路飞等人还没有弄清敌人的样子，就听见尖锐的哨声响起，这群怪物又遁入了无边的大海中。而一个人影在月光下缓缓出现，他自称布雷德，是宠物果实能力者，而凯撒库朗已被他手下的一头海兽掳走。路飞正欲追击，被突然袭来的重拳打飞，竟是另外一头会使用武装色霸气的海兽。布雷德狞笑着，操控海兽卷起狂暴突浪，趁机遁走。30号剧烈晃动，而遮天蔽月的巨舰已经从海底浮现。布雷德一定是带着凯撒逃回自己的基地了。为了追回这个对作战至关重要的工具人，路飞和罗丹基决定追击。乔巴因为看到了那群海兽中有熟悉的身影，也决定跟过去。3个人就这样乘上鲨鱼潜艇3号，跟着海兽们冲进了巨舰。里面果然别有洞天，只见巨型水槽环绕四周，海兽鱼群尽情游弋。路飞正看得入迷，敌人突然袭来，带着绿光项圈的海拉邦蜂拥而上，凶猛扑向草帽一伙。死亡一声，刀落魂断，海兔攻势尽皆撕裂，柔力强化，斩尽生风，以1当2，毫不逊色。橡胶飞拳，疾风骤雨，一击绝杀小库拉肯。3个人轻松碾压海兽军团。神秘海牛再次出现，武装色重拳轰下，向路飞发起挑战，终于也被打飞。奇怪的是，这头海牛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像遇见了熟人般抱起路飞疯狂亲热。原来他就是当年在阿拉巴斯坦拜路飞为师的功夫海牛。另外一边，布雷德正在深处的监狱中逼迫凯撒库朗为他效力。这个野心勃勃的男人并不听命于多弗朗明哥，而是准备打造一个另类的王国。他伸出左手，神秘绿色粘液喷薄而出，扑向凯撒。与此同时，路飞已经和功夫海牛以及他的海兽伙伴们成为了朋友。这只武斗派海牛模仿师傅胸前的伤口，也在自己的肚子上画了个大大的红叉。后来更是被路飞的自由精神感染，独自冲向了汪洋大海，邂逅了一个个新的伙伴，组成了海兽海贼团，一路乘风破浪来到了新世界。但没过多久，就被布雷德的能力控制，成为他的奴隶，被迫袭击了30号。广播声突然响起布雷德的口令，海兽们的项圈闪烁绿光，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列成2队，毕恭毕敬地迎接他们的主人。布雷德狞笑着再次出现，随手一抬，向草帽一伙丢出了可怕的绿色粘液，宠物傀儡。乔巴躲闪不及，脖子已经被套上了和海兽们一样的项圈。布雷德陷阱得逞，开始了疯狂的表演。这离谱的命令却让乔巴无法拒绝，身体开始不听使唤地动了起来，吃下狼波球，变身巨型化，疯狂袭向自己的伙伴。罗准备先制住乔巴，路飞却拦在面前。两人踌躇间被布兰德偷袭得手，也带上了项圈。宠物果实的能力可以随意操纵一切生物，将它们变成自己的宠物，并将它们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纵然是凶恶的玩下七尔海，名震大海的超新星，也无法反抗主人的命令，竟像小狗一样蹲坐在地上，任由布雷德摆弄。虽然保有意识，身体却已完全被操控。布兰德对乔巴的可爱毫无抵抗力，似乎打算对他特别优待一番，而将罗和路飞丢进了海楼石监狱。在这里，他们遇见了凯撒。3个人正在痛骂这个疯子，殊不知布雷德正通过影像电话筒监视着岛上的一切。他再次通过扩音器喊出了自己的命令。凯撒第一次没听清，布兰德怒吼：“叫你卧下，没听到吗？”这下凯撒只能乖乖服从。只是一个不经意的细节，但罗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很快，布雷德带着海兽们来到监狱，向路飞他们展示自己的得意宠物——粉色女仆裙、甜心蝴蝶结以及超 Q 公主帽。女装乔巴闪亮登场，主人还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茶皮。虽然无法反抗，但乔巴还是奋力挣脱了这个恶趣味的男人。挣扎间，布雷德的脸颊被划伤，疯狂的主人拿出皮鞭，开始抽打乔巴。不听话的宠物就要乖乖接受调教。海兽们看得心惊胆战，不知道已经受过多少次虐待。愤怒的路飞嘶吼着，让他放开自己的伙伴。但伙伴这个词又一次触动了布雷德，勾起了内心阴暗的回忆。他竟是被同伴抛弃过，才对人类如此憎恨。路飞的自由意志与永不服从的信念，终于彻底激怒了这个疯子。响指一动，将球寮升上巨大的舞台。既然你们不服从宠物果实的力量，那就让你们见识下史无前例的动物表演吧。布雷德一声令下，让罗和路飞开始决斗。在所有人的惊呼中，路飞一脚将罗踹飞，罗还以颜色，重拳直击路飞脑袋，鲜血直涌。不使用能力，就用最原始、最血腥的方式完成这场表演。布雷德狂笑着，欣赏台下自己的杰作。纵然是赫赫有名的凶恶海贼，
在他面前也不过是随意玩弄的宠物而已。罗且战且退，趁机将战火引向看台。路飞一拳轰下，将整根台柱摧毁。凯撒借机溜走，布雷德却不加阻拦，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宠物能逃出他的王国。眼看着自己的师傅即将在这场残忍的表演中与自己亲密的伙伴决出生死，功夫海牛跪倒在布雷德面前，苦苦哀求，却换来了猛烈的鞭打。但他的坚持还是触动了这个疯子。布雷德喊停了两人的决斗，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更棒的表演。既然你这么喜欢他们，那就换你上。杀戮指令脱口而出，强迫功夫海牛将两人杀死。武装式的重拳夺擂而出，无情摧毁着路飞的身躯，也撕扯着两人的羁绊。终于，罗和路飞被一拳轰出，甩入冰冷的大海。看着朋友们沉没在黑暗中，功夫海牛只剩下无尽的悔恨。他愤怒地攻向布雷德，却再次屈服于指令之下。疯狂的主人打算让查皮忘掉同伴，安心当他的宠物。然而乔巴却一把扯掉了自己的帽子。他依然坚信着路飞不会输。愤怒的布雷德甩开乔巴，身为船长的他，曾经因为不考虑同伴的感受，最终被同伴们放逐，而现在竟然还有人相信着同伴，实在令人作呕。布雷德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命令所有海拉帮将乔巴和功夫海牛干掉。千钧一发之际，神秘蓝光罩住乔巴，所有海兽应声倒地。只见浓烟中缓缓走出两个人影，竟是罗和路飞。他们不仅没有葬身海底，还把凯撒抓了回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破解了布雷德的能力，无论他如何嘶吼自己的命令，路飞和罗始终不为所动。秘密就在他们的耳朵中，竟堵上了耳塞。原来只要听不到命令，宠物果实的能力就无法生效。罗早就识破了这一点，在掉入大海的瞬间，用能力回到了船上。布雷德咬牙切齿，自己苦心经营的动物王国毁于一旦，但他还没有打算认输。舞台灯光突然暗下，这个疯子开始了终极表演，将邪恶的绿光项圈用在自己身上，催眠身体，激发潜能。只见布雷德肌肉暴涨，体型壮大，横眉竖发，目现红光。他已彻底将自己变成了一头凶兽，所有海兽在他的操控下缓缓飘向空中，成为了最后的弹药，如流星般向路飞等人砸去。作为宠物，他们将被主人榨干最后的价值。愤怒的功夫海牛再次站了出来，挡在了这个疯子面前。伙伴不是工具，我们再也不要当你的宠物了，也不会再屈服于你的力量了。自由之志向死而生，海兽海贼团群起抗争。布雷德再次以压倒性的怪力卷起巨大旋风，打算将所有人吞噬。决战之时终于到了，路飞与功夫海牛严阵以待，但怪力旋风却戛然而止。海兽们连成一片，用尽所有力量抵抗指令的控制，将这个疯子拦下。路飞试图一跃而上，双拳合璧，带着炙热的信念与无仇气势，合力发出必杀技正拳撞击。布兰德被重拳轰飞，消失在茫茫夜空之中。宠物果实的诅咒解除了，这是路飞和海兽们的胜利，也是所有信奉自由意志之人的胜利。海拉巴们再次卷起突浪，将路飞送回了三尼号，而海兽海贼团的冒险将在伟大航路上继续书写。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特别篇海兽海贼团的盘点啦，我是卓尔本，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见。